嘿，大家好啊！这里是绿色健康频道。之前我们讲过一个中国女高中生3年里伪造了100万字俄罗斯历史的事件，大家都被这位三好学生所创造的杰出成绩所深深折服。3年，你知道这3年她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下面这位更加重量级，7年时间，在苏格兰维基百科上写了2.3万篇文章，编辑了20多万次。大家都以为他是德高望重的苏格兰学者，结果没想到他根本不是苏格兰人，连苏格兰语都不会，甚至他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小屁孩。事情要从2020年8月说起，在国外的 Reddit 论坛上，有一位叫 Otes 的老哥发帖吐槽，他说自己在谷歌搜索的时候，无意间进入了一个苏格兰语维基百科的页面，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里面根本没有使用苏格兰词语，就算用了，也是按照英语语法来写的，而且各种词汇语法错误，苏格兰人看了直接冷漠流泪。这显然不是一个懂苏格兰语的人写出来的。点进去编辑记录一看，发现只有一个用户创建和编辑过它，名字叫做阿巴，我们就叫它丁丁吧。通过它的用户页面发现这个丁丁已经创建了数以万计的苏格兰语文章，所有文章都用了同样的伪苏格兰语进行编写，简直不要太瞎搞。该帖子曝光之后，一时间吸引了非常多的吃瓜爱好者，不少苏格兰网友表示有被冒犯到，我真的会谢，这简直是对苏格兰文化的侮辱，不可原谅。他是不是人啊？道歉会不会？他这是毁了苏格兰语的一生。他们认为这个丁丁的所作所为是对苏格兰语的严重破坏，导致人们误以为苏格兰语就是一种杂乱无章的英语，而不是独立语言。所谓的苏格兰语被认为是苏格兰的一种古老语言，它跟英语很相似，但却有自己的语法特点，而相当于英语的方言。在苏格兰大约有30%，也就是150万人会说，而在这30%的人里面，仅仅只有17%的人表示自己愿意说，其他的人更倾向于说英语。所以大多数苏格兰人平时都不会去看苏格兰语版的维基百科。也正因如此，某些酸萝卜 bitch 抓住了机会对他进行了一波花里胡哨的操作。比如在钉钉所创建的维基文章中，他会使用苏格兰语 at all 来表示英语 also， 但 at all 的用法通常是用在句子结尾的，更像是 at all。震惊的苏格兰人谁不懂但钉钉却对此一无所知。还有 low 应该翻译成 can， 而他却翻译成 law。mouse 应该翻译成 moon， 而他却翻译成 moose。我们的历史鬼才折毛是凭空捏造历史，而这位语言代师钉钉则是凭空捏造语言。我愿称他们为维基百科的绝代双雄。不过这个钉钉的做法相比折毛还是略逊一筹。他所创建的苏格兰语维基文章基本都是照搬英语版维基的，两者几乎没有区别。做法也很简单先把英语版的拷贝过来，然后使用在线苏格兰词典进行逐字翻译替换，能翻译的就翻不能翻的就直接使用英语。因此它看起来就像是使用苏格兰语写的英语，一眼滴机鉴定为假。这点就远不如我们的女高中生折毛了。大家都是用不熟悉的语言进行伪造，但折毛却没有因为语法问题而露馅。希望钉钉可以再接再厉多向我们的女高中生学习。其实早在2016年就有用户对他编写的维基页面提出过质疑。这位用户表示，作为一个苏格兰人和苏格兰母语者，本网站上的内容与实际的苏格兰语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只是英语，而且拼写很差，有语法错误，这是对苏格兰语的侮辱。然而对于用户的质疑，语言代师钉钉却表现出一脸的不屑和傲慢。他说自己的苏格兰语是得到了某位母语人士认可的，而不需要你们多逼逼。那么他说了这位母语人士是不是他自己根据记录，钉钉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在创建和编辑维基了，到2018年停止更新。在此期间，他写了2.3万篇维基词条和文章，编辑了20万次以上，平均每天要发9篇文章。总文章数目占据了苏格兰维基百科49%以上的内容。要说对苏格兰维基的贡献，还得是他。建议维基百科给他颁发杰出贡献奖。那么问题来了，这位钉钉到底是何人呢？开盒时间到。上次的那位女高中生已经刷新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性别观了，而这次的更加没有底线。在事情暴露之后，钉钉在维基上做出了回应。他说自己当初只是一个12岁的小屁孩，12岁7年时间。你们失去的只是苏格兰语的尊严，
我丁丁失去的可是自己的青春呢。这位起初12岁的小屁孩来自于美国，自称是基督教徒 IMTP。他跟苏格兰没有半毛钱关系，也不懂苏格兰语。不过，对于自己的丰功伟绩，他曾经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养成的习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破坏性，可以说是年少轻狂，为了好玩图一乐罢了。也正因为多年的编辑，他还成为了维基百科苏格兰语的管理员，获得了撤销其他用户对其文章进行修改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这一板块里的老大哥、独裁者。任何想要阻止他的人，通通被干趴下，所以他才能成为法外狂徒7年之久。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表示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激怒了无数人，不想为自己辩护，愿意接受维基给出的一切惩罚。而惩罚就是没有惩罚，账号没有被封，也没有被撤销管理。既然这样的话，那赶紧把泽毛解封了吧，我还想看他的魔幻历史史诗了。虽然丁丁翻车了，但仍然有部分人对他表示支持。他们说：“好啊，你做得好啊！虽然你处理的不好，但你的行为是真诚的，是出于善意。”还有人觉得，正因为他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让苏格兰维基再次伟大。伟不伟大不知道啊，但我确定维基百科确实挺头大的。由于丁丁所创建的维基词条实在太多，他们能做的选择有2个：第一是删除整个苏格兰语的维基板块，这就表示想要再次创建它会变得非常困难；第二是撤销丁丁过去7年里所做的每一次编辑，也就是把内容恢复到2012年的状态。这也意味着苏格兰语维基上几乎一半的内容会被删除。显然，这2种都不是合理的解决方案，没有执行。他们目前采取的办法是组建一些志愿者团队，对词条进行重新编辑，以最大程度保留和完善其内容。不过这将会变得十分耗时耗力。为何受伤的总是维基？其实维基早就已经麻了。那维基上发生过的伪造骗局都可以拍成一部诈骗电影了。你或许曾惊叹于为何这些骗局能瞒天过海，但你有想过这其实是有套路的吗？2008年，一位名叫米尔斯凯利的大学老师开设了一门课程，名为“对过去撒谎”。什么意思呢？就是教学生们伪造历史，从而创造红红火火的互联网骗局。看来还是美国人会玩呢。他的学生们一共创造了2个骗局，第一个是海盗骗局。他们在维基上创建了一个名为爱德华·欧文斯的维基词条，说他是一个渔民，后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海盗，并且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对应的视频和博客，证实这一故事，还创建了一份假遗书，让网友们信以为真。最后，他的故事在众人的曝光下，成功登上了美国报纸头条。在持续了2周无人发现之后，学生们才公开表示感谢你们配合的演出，这其实是一个骗局，不用谢。Thank you。而第2个则是关于连环杀手的骗局。一位学生在 Reddit 论坛上发帖，标题为“我认为我的叔叔是连环杀手”。他说，在祖父母去世后，收到了一个行李箱，里面有各种奇怪的东西，包括谋杀案报纸、女性物品和珠宝首饰等等。他怀疑自己的叔叔曾经是一名连环杀手。帖子曝光后，瞬间引起了许多人的讨论和关注。还有人提到了开膛手杰克的名字，所有人都欢呼雀跃，宣称他们抓住了一个连环杀手。然而，这个骗局不到1小时就被揭穿了。有网友发现，这个楼主所提到的2个受害者，他们的维基词条是最近才创建的，并且他提供的报纸图片也有人为老化的迹象。种种的证据表明，真相只有一个，这是一个恶作剧。最后败露的楼主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骗局。看来 Reddit 论坛的老哥们有点东西智商在线的。可能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要教学生们伪造历史呢？有什么恶意吗？他表示无意冒犯，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培养学生们的批判性思维，让他们学会对遇到的事情保持怀疑态度。同时，他相信实践出真理的教学方式，所以鼓励学生们勇于尝试，干就完事了。道理我都懂，但他的做法仍然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认为他有才无德破坏了互联网的秩序和风气。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当然不欢迎。大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真假信息鱼龙混杂的地方，我们每天其实都会遇到大量的骗局，就像学生们所做的一样，它被伪造出来很简单，愚弄观众也很简单，同时也复杂。一旦我们深陷其中，它便可以掩盖事实，控制舆论走向。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批判性的看待它，而不是一味的接受。当我们懂得质疑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接近真相。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熬夜看片不迷路。这里是你的男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